暴涨300，暴跌80，AI 放贷的神话真的要被现实击碎了吗？从被神话到被质疑，在别人裁员收缩时，他用算法放贷；在别人怀疑 AI 时，他压住 AI 评估信用。AI 在金融界的第一场信任危机从 Upstart 开始。大家好，欢迎来到 Money Dog Eric 的频道。今天我们来聊一家公司 Upstart Holdings， 股票代码 UPST。在正式进入分析之前，我们先简单认识一下 Upstart。它是一家在人工智能和金融科技交汇处诞生的公司 ，AI FinTech， 用机器学习去重新定义信用评估和贷款撮合。它的目标很简单，用算法去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值得信任的借款人，让贷款这件事变得更高效、更公平。过去几年 ，Upstart 一直在不断拓展自己的业务版图，从个人贷款到汽车、房屋信贷，一步步把 AI 放贷这件事情做成了一个完整生态。听起来有点像金融界的 ChatGPT， 既聪明又充满争议。那在今天的分析中，我们将从7个部分出发，一步步看清这家公司的逻辑与挑战。好，那我们先从股价表现看起。截至2025年10月24日 ，Upstart 股价收在 52.69 美元，年内累计下跌大约 14%， 最新市值约为50亿美元。从全年走势来看， Upstart 股价可以说是波动剧烈，先扬后抑。年初伴随 AI 概念升温一路冲高，在2月份曾经触及96美元的年内高点，但是进入下半年以后，随着市场情绪降温，放贷风险被重新评估，股价从高位一路回落，目前徘徊在50美元区间。所以说波动加剧，情绪转弱，市场正在重新定价 Upstart 的 AI 放贷逻辑。那我们把时间线拉近一点，看看过去30天内 Upstart 的股价变化。从9月24日的 63.28 美元一路震荡下行到10月25日的 52.69 美元，整体跌幅大约 16.7%。那如果从最高点到最低点看，区间波动接近 30%。这个月可以说是高位回落，震荡筑底，轻度反弹，但是还没有能突破起点。那在9月下旬进入了高位回撤期，股价从约63美元快速下滑到了50美元区间。主要原因是 FinTech 和 AI 放贷板块整体回调，投资者开始担忧信用违约风险上升以及资金端趋紧。那根据 Simply Wall Street 的数据，截至9月底 Upstart 在过去30天内累计下跌约 27%， 市场重新评估它的估值和增长逻辑。所以说在这一阶段，它其实是回调和风险的再定价。那进入到了10月初以后，进入了横盘整理期，股价在48到55美元区间反复震荡，成交量明显缩小，资金面保持观望。那是在10月6号 Upstart 宣布将于11月4日发布第3季度财报。虽然这只是一个财报预告，并没有直接带来负面消息，但是市场把这视为一种信号。那接下来几周大家都要等待下一份报告，于是情绪开始转向观望，投资者暂停了进一步的押注，市场成交量也随之下降。在这种等待验证的阶段，部分分析师提醒 Upstart 的 AI 城堡模型仍然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比如说逾期率的波动以及利率上升带来的信用压力。那所以换句话说，这条财报预告虽然没有直接造成打击，但是却让市场重新意识到 Upstart 的故事接下来还是要靠真实业绩来说话。那到了10月中旬的时候，整个 FinTech 板块再度承压，同业中陆续爆出坏账事件，引发市场连锁反应，投资者们就开始担心 Upstart 的贷款质量会不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所以说股价一路下探，最低跌到了45美元左右，那创下了这个月的新低，市场情绪也明显转空，短线的抛压加重，买盘几乎停滞了。可以说这一阶段主要是恐慌蔓延和情绪主导，投资者宁可先观望，也不愿意贸然进场了。那事情到了10月下旬，市场终于迎来了一点转机。Upstart 宣布和 Corporate America Family Credit Union， 也就是 CAFCU 达成了合作，将在它的平台上提供个人贷款、房屋净值信贷以及汽车再融资等服务。这个对 Upstart 来说其实是一个实际性的利好，代表它的产品和合作网络都在继续扩张。但是当时的反应并不热烈，股价并没有马上拉升，反而在几天后，也就是在10月20日之后才出现了反弹。
那这波反弹把股价从最低点的$45拉升到了52到$55区间，这个属于一种技术性的修复，而不是趋势的反转。也就是说，利好的消息虽然出现，但是市场的信心仍然不足，很多投资者依旧是担心的，在高利率环境下 AI 放贷的风险是否可以真的控制住。那与此同时呢，分析师的态度也显得很保守了，像高盛就在这个阶段把 Upstart 的目标价从$78下调至了$54，反映出机构仍然在等待更明确的基本面改善的信号。所以总体来说， Upstart 的确是在10月下旬出现了反弹，但这个更多是像跌多了之后的技术修复，并非市场信心的全面恢复。那就在10月25日，分析师的态度再次给市场带来了压力。那评级机构 WIS Ratings 发布报告，将 Upstart 的评级下调至卖出。与此同时呢，高盛也把目标价从78降至54。那这样的连续下调虽然只是机构观点，但是在投资者情绪已经偏谨慎的背景下，往往会放大信心下沉的效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股价反弹的势头在进一步减弱，市场重新陷入了观望。所以总体来看，整个10月 Upstart 股价走势充满了波动，从$63的高点一路跌到$45的低点，跌幅接近30%。那即使月末有所反弹，但是整体依旧处于修正区间。所以这个就说明 Upstart 当前的股价更多反映的是市场情绪和估值修正，而不是业绩或者是业务的根本性改善。利好是有的，但是兑现比较慢，信心弱，还没有企稳。所以目前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11月4日即将发布的第3季度财报。那这份报道将成为判断这家公司能否重新进入增长和风控可控轨道的关键。所以说 Upstart 现在正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是否继续反弹，还是再度探底，答案都要等业绩来揭晓。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Upstart 2025年的股价表现。截至到10月24日，股价约在$52附近，年内累计下跌大约为 14%。那从走势上来看，整个2025年呈现出一个典型的 U 型反转后遇阻的结构。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半年股价先经历了一轮筑底，年初时 AI 放贷概念升温，市场普遍认为利率已经见顶，投资者重新看好 Upstart 在 AI 信贷撮合和风控模型方面的潜力，股价一度从$55爬升到了$70以上，成为年初 FinTech 板块里的明星股。但是呢，这种乐观并没有持续太久。进入到3、4月份，公司发布的第一季度财报展望偏保守，高利率和违约率的担忧再次升温，市场开始重新评估 AI 放贷模式的风险定价，股价也从高位一路下滑，跌到$40左右。那这一阶段成交量明显放大，说明资金开始撤出成长型信贷股。那第二季度局面开始反转了，资金逐步恢复稳定， AI 模型表现改善。公司8月5日发布的第二季度财报，同比收入翻倍，利润率转正，全年指引上调，市场情绪急剧升温，股价从$40附近一路反攻到$80以上，几乎翻倍。这一刻呢 Upstart 被视为 AI 金融复苏的代表，也是整个 FinTech 市场的情绪风向标。不过这个反转并没有持续太久，进入到下半年以后，行业里多家高风险放贷机构相继出现了问题，分析师纷纷下调评级和目标价，市场对 AI 放贷模式的乐观预期被泼了冷水，股价从年内高点$83开始回落了，一路跌回$50的区间。到了10月底，年内整体跌幅约为 14%。那这个 U 型反转后遇阻的结构，其实反映的是预期到兑现到再评估的循环。上半年靠预期驱动，年中靠业绩兑现，下半年呢则进入了重新评估和修正。所以它的股价就是在这种信心和现实的拉扯之中波动的，既体现了 AI 金融的爆发力，也暴露了这一模式的脆弱性，那就是成长和风险并存，故事是仍然在继续的。那如果我们把镜头拉近到9月到10月呢，我们就会发现整个 FinTech 放贷板块的波动不仅仅来自 Upstart 自身的节奏，更来自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行业的连锁冲击。那10月下旬 Barron's 的发文指出，多家面向消费者借贷的 FinTech 公司因为子公司或关联贷款方破产，导致投资者情绪恐慌， Upstart 等股价承压。这个其实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投资者开始担心信贷周期是不是已经到了顶点，而 AI 风控模型是否真的能在这种环境下经受住考验。
所以说，市场现在不再是只看增长，而是重新审视整个 AI 放贷模式的可持续性，它能不能在坏账率上升的周期中保持稳定？模型的预测力是否真的能够强过传统银行的风控逻辑？那这些问题正是10月份 Upstart 以及整个 FinTech 板块所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所以说，虽然有短期利好出现，但是市场的焦点已经从爆发增长转向能否抗压。这个也解释了为什么股价在10月份仍然没有摆脱震荡了。那么看完了股价表现，我们来了解一下这家公司是干什么的。Upstart 成立于2012年，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圣马特奥。公司定位呢是为一家 AI 驱动的消费信贷撮合和承保平台。它的核心逻辑就是用人工智能算法替代传统的信用评分体系 FICO。那在传统信贷体系里面，银行更多是依赖历史信用分数去判断一个人的还款能力了，而 Upstart 通过 AI 模型综合考量借款人的教育背景、收入水平、就业历史等多维数据，从而帮助银行做出更精准的放贷决策。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与银行与信用社合作，提供无抵押的个人贷款。同时呢，它也在不断拓展新的产品线，包括房屋净值信贷额度以及汽车再融资。那需要注意的就是 Upstart 自身不是一家持牌银行，而是一家与银行合作的金融科技服务商。也就是说，它不直接放贷，而是用技术去撮合贷款双方。那 Upstart 的商业模式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轻资产科技平台，以平台化收费为核心。公司主要的收入来自两部分，第一个就是推荐与撮合费用，就是 referral fees。第二部分呢是平台和服务费用，是 platform servicing fees。除此之外，它还有少量收入来自贷款托管和自营利息收益，但是占比非常低。Upstart 主要扮演的是撮合与风控的角色，因此在风险控制上，公司严格限制自营贷款规模，保持轻资产低杠杆的运营结构。那这种模式的优点就是在不承担大规模信贷风险的情况下，依然能够通过技术输出、算法风控和数据撮合去获取持续收入。换句话说， Upstart 更像是 AI 风控 SaaS 平台，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放贷机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生态网络。Upstart 通过推荐网络 Referral Network 连接了大量的金融机构，其中包括中小型银行、地区性信用社以及一些数字贷款平台。那截至到2025年，公司合作的银行和信用社数量持续增长，网络规模已经覆盖到美国多个二线和区域金融市场。那在最新的进展中，2025年10月15日 Corporate American Family Credit Union 简称 CAFCU 正式宣布和 Upstart 合作，在它的平台上推出包括个人贷款 HELOC 也就是房屋净值信贷额度、汽车再融资等多类产品。这类合作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为 Upstart 带来新的放贷流量和收入来源，更重要的是它能持续验证 Upstart 的 AI 模型，提升系统在不同贷款场景下的泛化能力。所以说 Upstart 的生态飞轮正是由算法驱动向银行网络外延，每新增一个合作银行，就意味着它的模型又获得了一次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核心特征。Upstart 的定位其实不是放贷方了，而是放贷的驱动者。它通过 AI 模型帮助银行和信用社判断一个借款人是否值得放贷。那这个模式有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个就是收费模式可复制，风险相对可控。Upstart 靠平台费和撮合费盈利，而不是承担借款违约本身的损失。第二个呢，就是数据累积带来的护城河。它每一笔放贷、每一次还款都会反哺模型的数据训练，让算法越来越精准。第三个就是增长依赖宏观利率和合作意愿。当市场利率走高，银行放贷趋紧的时候， Upstart 的业务会受压，而在利率下行、合作扩张时，它的模型和收入又会同步放大。所以说，一句话来总结它的商业本质，就是它是一家结合了人工智能、信贷业务和平台模式的公司。那具体来说，它的产品布局是什么样的呢？ Upstart 的业务起点来自于无抵押个人贷款 Personal Loans， 这个呢是它最早也是目前最成熟的产品，占公司收入的主要部分。平台会根据 AI 模型计算出风险评分，帮助合作银行放贷。所以说 Upstart 在这个环节赚取的是撮合和服务费用。那随着模型和平台的逐渐成熟，公司开始往更多贷款场景扩展。
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房屋净值信贷额度，也就是用房屋作为信用抵押，那还有汽车再融资，帮助用户优化车贷成本，以及一些小额贷款和中小企业信贷，目前呢还在探索阶段。它的目标就是逐渐构建一个多品类的 AI 信贷生态系统，让风险更加分散，收入结构更稳定。所以从个人贷款起步到房屋、汽车甚至企业贷款， Upstart 的版图正在不断扩张，目标就是成长为一个多维度的 AI 信贷生态网络。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收入结构。Upstart 的营收主要是由3个部分组成，第一个就是平台与撮合费用，在最新季度呢，这一部分占总营收的比例高达了约 79%， 仍然是公司最主要的收入支柱。第二个就是服务和托管费用，主要来自公司负责的贷款管理和还款处理业务，这部分收入相对稳定，大约占比为 12% 左右。那第三个呢，就是利息收入，来自 Upstart 自持的一小部分的贷款组合，占比不到 10%， 属于辅助性收益。那根据公司披露的2025年第二季度的财报，总营收约为 2.57 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了 101%。那其中呢，费用收入约为 2.04 亿美元，占比超过90%。GAAP 净利润560万美元，这意味着公司成功实现了由亏转盈。整体来看，它的盈利弹性主要是来自费用驱动，而非传统的利差收益。这个也就是它区别于传统银行的关键所在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增长引擎。它的成长主要是依靠2大核心驱动力：模型规模以及资金渠道。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数据和模型累积。Upstart 的每一笔贷款都会反哺到 AI 模型中，用于持续训练和优化预测算法。那随着样本量越来越大，模型对违约率和预测精度也在稳步提升。这个呢，就意味着 AI 越懂借款人，放贷效率就越高，合作的银行也就会越信任。第二部分呢，就是资金端扩张。Upstart 并不是靠自有资金放贷的，而是通过资产证券化机制 ABS， 让资金在市场上实现流通和再投资。同时呢，它和中小银行和信用社的合作数量也在持续增加，这个使得平台能够不断获得新的放贷来源。第3个增长点呢，是来自新产品和新合作，像我们反复提到的房屋净值信贷和汽车再融资，都正在成为新的收入增长点。那它与最新的合作伙伴 CAFCU 同步上线多项贷款服务，为平台带来了新的贷款流量和数据样本。所以整体来看， Upstart 增长逻辑可以概括为更多的数据，拥有了更多数据，那模型也会更准，银行也会更信任，收入也会更加的稳健。这个就是它作为 AI 金融平台的长期护城河所在。与此同时呢，它也面临一些结构性的约束，既有积极的因素，也有潜在的挑战。我们先来看积极面。Upstart 的 AI 风控领域依然保持领先，合作银行和信用社的网络持续扩大，盈利恢复也带动了市场信心的回升。那目前呢，市场情绪大致呈现为 60% 乐观对比 40% 的谨慎的格局。不过挑战同样也存在，首先是高利率环境让消费信贷增长放缓，其次呢，就是监管层面对 AI 承保模型的合规要求不断提升，这个意味着 Upstart 必须持续投入模型透明度和数据验证。最后呢，就是资金端的稳定性仍然依赖投资者信心和 ABS 市场的流动性了。所以总体来看， Upstart 目前仍然处于一个规模化盈利验证期，模型迭代速度、资金端合作的深度都将决定它在未来2年的成长空间。所以说，它现在正处在一个 AI 模型领先和宏观信用周期之间找平衡的阶段。这家公司正努力证明，它不仅能增长，更能穿越周期。那在讲完了 Upstart 自身的成长逻辑后，我们把视角拉高，看一下它所处的整个消费信贷和 AI 金融行业。2025年，美国的消费信贷市场仍在高利率周期的压力下逐步恢复，信用卡负债创新高，逾期率上升。而传统银行呢，在放贷政策上依旧保持谨慎。与此同时， AI 金融科技 AI FinTech 已经成为新的行业趋势，机器学习模型正在取代传统的信用评分体系。那通过算法来提高放贷审批率，降低违约风险，这个也让越来越多的银行、信用社开始引入像 Upstart 这样的 AI 模型平台来优化风控。从市场参与者的角度来看，现在的格局主要是分为2大阵营了。第一类就是传统金融机构，比如说像银行啦、信用社啦，他们更加关注稳健和合规。那另一类则是科技驱动的平台，比如说 Upstart，
Pagaya、Lending Club、SoFi 等等。他们追求的是模型创新和效率突破。整个行业目前正在处在 AI 驱动的再定价阶段，谁能够在模型精度加合规性加资金来源稳定性之间找到平衡，谁就能成为下一阶段的赢家。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竞争格局。在这张表里，你可以看到 Upstart 所处的定位非常独特，它是一个 AI 驱动的信贷撮合平台，核心优势就在于风控模型领先、轻资产结构，以及和中小银行和信用社的广泛合作网络了。相比之下 ，SoFi 拥有银行牌照，能自营放贷，客户规模更大，但是成本更高，灵活度不足。Lending Club 的优势在于长期的信贷经验，但是创新速度偏慢 ，AI 能力有限。Pagaya 呢，则主打算法强项，但是品牌知名度比较低。Innova 则偏向现金流型的小额贷款服务，增长空间有限。整体来说 ，Upstart 在这一赛道中扮演的是 AI 风控中枢的角色。它不直接放贷，但是却在整个行业的资金流与信用流之间占据了技术和数据的制高点。那么这几家公司的同业对比的数据会在后面基本面分析中我们会进行详细的比较。那在讲完了这个竞争格局之后呢，那我们来看一看整个行业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可以说三大趋势正在重新定义 AI 信贷的未来。第一个就是 AI 模型透明化和监管同步推进。美国的监管机构，比如说 CFPB、FDIC 已经开始为 AI 承保模型制定可解释性标准。那过去的那种算法黑箱的问题正在被行业逐步正视和规范。未来谁能够在透明合规的前提下持续保持模型优势，谁就能够赢得监管和市场的双重信任。第二个就是资金端的去中心化。现在不仅是银行，连信用社、保险基金，甚至部分机构投资者都开始进入了信贷市场。而 FinTech 平台像 Upstart、Pagaya 正在成为连接资金和信贷需求的关键桥梁。可以理解为传统银行的放贷权正在逐步被技术平台分布化了。第三个就是混合模式的崛起，结合银行牌照和 AI 技术的混合模式正在兴起。例如 SoFi、Lending Club 这类公司既能够自营放贷，又能够用模型优化风控。而像 Upstart 这样的轻资产平台则需要在规模扩张和合作深度之间找出新的平衡。那整体来看， AI 信贷行业正在从野蛮生长进入体系化发展的阶段。算法、监管和资金的三重博弈将决定未来3到5年整个行业的赢家格局。在进入具体分析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条值得注意的系统性信号。最近呢 Seeking Alpha 在系统页面上给出了一个板块级风险提示。目前整个金融板块有超过600家公司被标注为高风险，可能表现不佳。那这反映出市场对于金融和信贷类企业正在保持一种明显的谨慎态度。从宏观层面上看，整个金融和信贷板块正在面临3大挑战。第一个就是利率环境依然偏高。截至到2025年底，美联储仍未明确降息时间表，这意味着信贷成本仍然在高位运行。对银行以及像 Upstart、SoFi、Lending Club 这样的 AI 放贷平台来说，高利率不仅压缩贷款需求，也会推高融资与资本成本，整个贷款型金融板块因此被普遍归入高风险区。那第二点呢，就是消费信贷和小额贷款的风险在上升。近期呢，美国的信用卡拖欠率显著上升，个人信贷违约也在增加。而对于 Upstart 这类的 AI 风控和个人信贷为核心的公司，这种变化格外敏感。AI 模型会自动放大信用风险的信号，一旦违约数据增加，股价就可能因为风险再定价而出现剧烈波动。第三就是板块估值偏高，盈利修正压力加大。今年上半年 FinTech 板块一度出现强劲反弹， Upstart 的股价甚至短期翻倍，但是目前估值已经接近历史中位区间的上缘。如果接下来业绩增长不及预期，就容易触发市场对高估值风险的警示。以 Upstart 为例，目前呢，它的非 GAAP 市盈率为 31.9 倍，明显高于传统信贷公司的平均水平。所以总体来看， Upstart 所处的赛道依然具备创新潜力，但是也处在一个高风险、高弹性的结构周期中。宏观利率、信用风险以及估值修正都将共同决定它能否稳步穿越下一个周期。那在竞争激烈的 FinTech 信贷赛道中， Upstart 被视为技术派的代表。它的定位非常清晰，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放贷机构，而是介于银行和贷款人之间的 AI 信贷中枢平台。
这样的定位让 Upstart 在行业中既具备科技平台的效率，又能参与到信贷流通的核心环节。从优势来看， Upstart 拥有领先的风控算法和庞大的训练数据，与超过100家银行和信用社合作，逐步形成了稳固的生态壁垒。而且在经历数个季度的调整之后，公司已经恢复盈利，也验证了它的轻资产模型是可行的。但是与此同时， Upstart 的挑战也非常现实，它对资金端的依赖度较高，对市场波动和宏观利率的敏感度也更强。那在监管层面上，对 AI 模型的可解释性要求正在提升，而行业内的竞争对手，比如说 SoFi、Pagaya 也在快速追赶，在混合模式和模型平台化两条路径上同时发力。所以说 Upstart 的故事不是技术独秀，而是如何在创新和周期风险之间找到平衡。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它的基本面分析。从股权结构来看， Upstart 的持股格局相对稳定。截止到2025年10月，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达到了 71.5%， 其中约80%的流通股由机构掌握。这说明这只股票的价格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机构资金的情绪和仓位变化。另一方面，内部人持股约为 12.4%， 代表创始团队和管理层仍然保留一定的表决权和战略影响力。但是公司已经明显进入机构主导的阶段了，持股机构数量超过550家，其中包括多家主动管理型基金与量化策略投资者。这也意味着 Upstart 的估值与业绩表现未来将更直接受到市场机构预期的影响。那从积极角度来看，高机构占比意味着专业资金仍然认可 Upstart 的长期潜力，但是同时也让股价对市场情绪更为敏感，尤其是在利率、信贷环境动荡的时候，可能出现放大波动。那在内部人交易方面， Upstart 近1个月出现了6笔管理层交易，主要是由高管 Star Darling 完成，总额约为 17.7 万美元。这其中包括4次股票转换和2次小规模出售，交易时间集中在9月中旬至10月初。那整体来看，这些交易规模量相对较小，属于常规股权激励兑现和流动性操作，并没有出现大规模集中减持的迹象。那从市场角度来看，这类轻微减持更多被解读为中性信号，既非强烈看多，也不代表内部看空。投资者通常会将其视为正常轮换，尤其是在股价波动阶段，管理层出于税务或者是现金流考虑进行的操作较为常见。那综合来看， Upstart 当前的内部人交易活动并没有显示管理层明显的信心减弱，整体态势仍然属于健康可控的阶段。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公司的整体估值。截至到最新季度， Upstart 的市值约为 50.7 亿美元，这意味着市场仍然将它视为一家中型成长股，这说明投资者对它的长期潜力依然抱有一定信心。其次呢，在负债方面，公司目前的总债务约为 15.4 亿美元，相比上一季度略有上升，但是整体仍然在可控区间。考虑到它的轻资产平台模式，这种杠杆水平属于合理范围。再看流动性， Upstart 现金与等价物约为4亿美元，现金储备充足，可以支持短期的运营支出和技术投入。这个对于一个正处于周期调整期的 FinTech 企业来说非常关键。最后呢，就是企业价值。当前 Upstart 的企业价值约为62亿美元，反映出市场对其未来盈利和现金流潜力仍然有一定信任。换句话说，尽管短期波动较大，但是资本市场仍然认为 Upstart 具备中长期的增长空间。那总体来看，它的资产负债结构较为稳健，现金流健康，债务适中，这为它在接下来的 AI 模型投入和合作拓展中提供了相对坚实的财务基础。我们再来看市场对 Upstart 的态度。目前被做空的股份大约是2868万股，占流通股的 34%， 属于非常高的空头水平。这个说明市场对 Upstart 未来仍然存在明显分歧，一部分人看好它的 AI 模型和增长潜力，另一部分人担心信贷质量和资金端的可持续性。另外呢，它的贝塔系数是 2.28， 这个也就是波动性大约是标普500的2倍多，意味着如果市场情绪好，它涨得快，但是一旦利率、信贷数据有变化，它也跌得更急。平均每天成交量约为740万股，流动性充足，但是短线投机资金活跃。整体来看，它仍然是一只高弹性、高波动的成长股，风险和机会并存。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股息政策。目前 Upstart 并不派发股息，原因是因为公司仍然处于业务扩张和技术深化阶段，
他选择将利润继续投入到 AI 信贷模型的研发、数据训练以及与银行和信用社的合作拓展中。换句话说 ，Upstart 现在更关注长期成长性，而不是向股东派发现金回报。这个也符合一家成长型科技公司的典型特征。优先把资源投入到技术累积和市场占有率的提升，为未来的盈利能力打基础。因此，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 ，Upstart 当前的价值更多体现为潜在成长空间，而非短期的现金分红。我们再来看它的盈利表现，截至最新财报期，公司毛利率约为 81%， 明显高于行业平均的 60%， 这说明它的 AI 模型撮合效率依然领先。不过呢，在利润端 ，EBIT 利润率仍为负 1.9%， 净利率也略为负值，说明盈利恢复还在路上。股东权益回报率 ROE 约负 1%， 资产回报率 ROA 约负 0.3%， 这个都反映出公司仍然处在盈亏平衡的边缘状态。而自由现金流率为负 25%， 主要因为公司持续投入在 AI 模型和信贷拓展领域，导致现金支出较高。整体来看，它的盈利结构呈现出毛利稳健、利润承压的格局，所以给了它一个 C+ 的评级。那从长期角度看呢，它已经走出了2023年的亏损泥潭，但是真正要恢复持续盈利，还需要宏观利率环境的配合。在成长性这一块，它的表现非常亮眼。过去1年，公司的营收同比增长 53%， 而整个金融科技行业的平均增速只有 8% 左右。展望未来12个月，市场预计它仍然能够保持大约在 38% 的增长，这说明 Upstart 的 AI 放贷模式正在被更多金融机构采纳，业务扩张动能非常强。不过，关于 EBIT 和 EPS 的具体增长数据目前还没有披露，因此现在主要能确认的是收入维度的高速增长。总体来看 ，Upstart 是一家典型的高成长公司，收入恢复强劲，但是盈利端仍在修复期。未来几季的财报将决定这条成长曲线能否真正转化为利润。我们最后来看它的估值部分。目前 Upstart 整体估值依然偏高，在盈利尚未完全恢复的情况下，它的预期市盈率约为 31.9 倍，是金融科技行业平均的3倍左右。那企业价值和销售额比约为7倍，也显著高于板块平均的3倍。这个说明市场仍在为它的成长潜力支付溢价。不过呢，企业价值和 EBITA 的比超过1000倍，反映出盈利端仍然非常薄弱。只要利润不稳定，这个高倍数估值就很难被市场长期认可。那总体来看 ，Upstart 的估值结构属于高成长加高风险，市场愿意给予它溢价，但是未来2个季度的财报表现将决定这份信任能否持续了。我们再来看看 Upstart 在行业中的位置。这张表列出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几家主要同行。可以看到 Upstart 的市值大约是50亿美元左右，在这几家公司里面属于中等规模。它比传统的 Lending Club 和 Innova 略高，但是和 SoFi 这样的大型金融科技平台相比，规模仍然小了一个数量级。那如果看企业价值呢 ，Upstart 约为62亿美元，反映出市场仍然给予它一定的成长溢价。员工数量方面 ，Upstart 目前大约有1200人左右，明显低于 SoFi 这类综合性数字银行的5000人规模。但比同样以 AI 放贷为主的 Pagaya 要略多。在分析师覆盖人数上 ，Upstart 有15位分析师追踪，说明市场关注度仍然很高。但是与 SoFi 的22位分析师相比，整体机构研究覆盖面还相对有限。总体来说，它处在一个中型 AI 金融平台的位置，规模不大，但具备代表性，既能反映 AI 放贷模式的潜力，也暴露出当前行业成长与风险并存的特征。我们再来看股价表现。目前 Upstart 股价收在 52.69 美元，距离过去1年的高点 96.4 美元仍然有 45% 的回撤空间，但是较低点 31.4 美元已经反弹超过 67%， 可以说它依旧是一只高波动、高弹性的成长型股票。相比之下 ，SoFi、Pagaya、Lending Club 等同业走势更加分化。SoFi 由于具备银行牌照，股价波动较小，距离年内高点跌了仅约 4%。而 Pagaya 的涨幅最为夸张，从低点反弹超过了 250%， 体现了 AI 放贷概念的强烈市场情绪。那从换手率来看呢 ，Upstart 的周度成交量占比约 6.5%， 在同业中位列第一，说明市场的机构和情绪参与度仍然很高。如果我们把时间维度拉长，可以看到更清晰的趋势。
过去3年 Upstart 下跌约 36%， 主要受制于高利率和资金端波动，但是在过去半年它依旧上涨约为 12.8%， 说明投资者对盈利恢复阶段仍然抱有一定信心。从年度维度上来看， Upstart 年初至今小幅下跌约 14%， 而 SoFi、Pagaya 则分别上涨超过了 80% 与 200%， 显示出不同模式企业在同一周期下的估值弹性差异。那拉长到3年周期， Upstart 的回报率约为 148%， 虽然不及 SoFi， 但是依然体现出 AI 放贷概念的长期韧性。整体来看， Upstart 的股价处于中期反弹但未脱风险区的状态，估值有修复空间，但波动依旧大，属于典型的高贝塔成长股。投资者若想参与的话，更适合用波段加基本面验证的方式来应对。我们再来看负债水平， Upstart 目前总负债约为 15.4 亿美元，净负债约为 11.4 亿美元，对应的负债率为 212.9%。 这一数字看起来相对较高，主要是因为 Upstart 在周期波动中维持了部分自营贷款资产与 ABS 相关融资结构。那相比之下， SoFi 和 Innova 的杠杆更高，而 Lending Club 几乎清零了债务。可以看出 Upstart 介于轻资产业态与资金中介之间，它的负债结构反映了技术驱动但是仍然受金融属性约束的特征。再来看营收成长性， Upstart 营收在过去1年同比增长了 53.6%， 是整个组别中增长最快的一家。前瞻营收仍然预期增长约为 37.3%， 这说明市场预期其业务扩张仍在持续。不过3年复合增长率仍然为负，反映出经历过前期高增长后的修复阶段。但是5年期复合增长率已经恢复至 28.8%， 显示出它平台化与 AI 扩展策略的长期潜力。对比来看， SoFi 的增长更稳， Pagaya 虽然波动大，但是5年增长速度高达 95%， 说明 AI 放贷赛道仍然具备结构性的扩张机会。最后来看盈利能力， Upstart 的毛利率超过 81%， 处于 FinTech 行业的高位区间，说明其技术平台本身的商业模型健康。不过呢 EBIT 利润率和净利率仍然为负，反映盈利尚处在恢复阶段。自由现金流率为约负的 25%， 尚未完全转入现金流稳定期。相比之下， SoFi 与 Innova 已恢复了正利润，而 Lending Club Pagaya 仍然处在波动区间。所以整体来看， Upstart 的模式验证了 AI 加轻资产的成长逻辑，但是要真正实现稳定盈利，仍然需要依赖宏观利率回落和资金端恢复。那在经历了波动的上半年之后，华尔街的分析师们对 Upstart 的态度逐渐恢复了谨慎中性。根据 MarketBeat 与 TipRanks 的汇总数据，目前一共有14位分析师对 Upstart 进行了评级，其中5位建议买入，7位维持持有，还有2位给出了卖出，整体评级为持有。也就是说，市场普遍认为 Upstart 已经从前期的快速上涨期进入到了一个等待业绩验证的观察阶段。那从趋势来看，过去1年分析师的态度其实有了明显的变化，之前仍然是减持的评级，但是随着盈利恢复和模型优化，逐步回升至如今的持有。在 MarketBeat 的最新的预测中，分析师给出的平均的目标价为 78.83 美元，那较当前的股价 52.7 仍然有约 49.6% 的上行空间。那不同机构间差异也比较大了，高位预期可达到108美元，而低位预期只有47美元。这个说明市场分歧仍然较大，反映出投资者对 Upstart 模式持续性的不同判断。那从 TipRanks 数据来看，另一组分析师的平均目标价就略低了，只有 64.86 美元，对应上行空间约 23%。那高低区间分别在88美元和20美元。也就是说，市场普遍认为 Upstart 还有潜力，但是上涨的逻辑必须依赖现代环境改善和盈利兑现。我们最后来看多空分歧。那多头的投资者依然认为 Upstart 依然是 AI 现代领域的技术领先者，它的核心竞争力在于风控模型和数据累积，算法准确率持续提升，形成了技术壁垒。同时呢，公司正在积极拓展新领域，从个人信贷延伸到汽车再融资与房屋净值信贷。AI 模型的可迁移性为业务打开新的成长空间。那第2季度的财报显示，营收同比增长 53%， 盈利转正，全年指引也随之上调，说明增长拐点正在出现。倘若后续盈利持续兑现， Upstart 有望迎来估值修复和评级上调。
那再叠加利率下行周期，资金端的压力也将缓解。那从空头的角度来看呢 ，Upstart 仍然面临3大结构性挑战。第一个就是商业模式对外部资金端依赖较强，一旦利率上升或者是投资者情绪收缩，就容易出现放大量波动。那第二个呢是估值仍然偏高了，当前的前瞻市盈率超过行业均值的2倍，盈利兑现前的波动和溢价风险并存。第三点呢就是竞争正在加剧。SoFi、Pagaya 等平台加速在模型与网络合作上追赶，行业红利期已过，进入了拼规模加拼精度的阶段。此外 ，AI 信贷的合规性问题仍然在发酵，那监管层对模型透明度与可解释性要求越来越高，这个也为长期成长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那 Upstart 的故事其实就是 AI 改变金融世界的缩影，它用算法去取代传统的信用评分，让贷款变得更高效也更公平。但是与此同时，它也暴露出了一个现实问题：科技可以提升效率，却无法完全抵御周期。过去2年 ，Upstart 经历了从高速扩张到深度回调的完整周期，而到了2025年，公司终于迎来了增长恢复和盈利修复的拐点。第2季度的营收同比增长超过50%，说明它的商业模式正在重新被市场认可。不过呢，估值仍然偏高，后续的业绩兑现、坏账控制以及合作银行数量的持续扩张，都将决定它能否真正走出 AI 概念阶段，进入稳定盈利的周期。所以总结来看 ，Upstart 的价值在于它的技术领先 ，Upstart 的风险在于它的周期脆弱。未来它仍然有机会成为 AI 金融领域的代表公司，但前提是它必须在波动的市场中证明自己既能创造也能稳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投资者该怎么做。短期呢就是0到6个月建议清仓为宜。Upstart 的波动率依然惊人，贝塔超过了 2.3， 市场仍然在等待第3季度财报和利率信号的落地。如果说业绩稳定，指引积极，它可能迎来一次反弹。但是如果数据疲软，股价或将再次测试$45的支撑。那从中期的6到18个月来看呢 ，Upstart 逻辑仍然偏向正面，它具备 AI 信贷的成长潜力，但是估值在30倍以上仍然属于高位。只有当盈利持续兑现，合作银行网络稳步扩张，市场才会真正给予它估值修复空间。那长期呢 ，Upstart 是高风险、高波动的典型成长股。如果说未来2年它能稳定盈利，拓展 AI 模型的应用版图，它可能会进入估值修复加盈利增长的双巨阶段。但是如果信贷市场恶化，监管收紧，波动那就会更猛了。所以这不是一个要不要买的问题，而是一个你能不能熬得住的问题。那当然了，这里也要提醒各位 ，Upstart 波动高，估值贵，需要控制仓位，关注利率和季度业绩，才是这个周期最聪明的选择。那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启发，记得点赞订阅，并且转发给对 FinTech 和 AI 金融感兴趣的朋友。那当然了，最后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这里是 Money Doc Eric，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